来看冰川，却遇上冰河融化，引发创纪录的洪水。2栋房屋倒塌，附近的森林更是全部消失。欢迎一起来听听鲑鱼的悲歌，一种既淳朴又天然的感动。美金45元搭巴士看冰原，再加上45元搭缆车，这值得吗？再来看看这家必打卡的网红餐厅 Tracy 阿拉斯加帝王蟹，在2019年120元一桶，4年后的今天2023年竟然涨到这个 bucket 多少？有那么好吃吗？在海上航行了45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阿拉斯加，抵达邮轮停靠的第一站 Juneau。我迫不及待的下船，要来跟冰川见面。那就利用等待巴士的时间，我们先来聊聊阿拉斯加。也许你跟我一样熟悉阿拉斯加这个名字，但你知道这个美国最大的州阿拉斯加，在150年前，俄罗斯是以售价720万美元卖给美国的吗？这也就是每平方公里4.18美元的概念。那当时俄罗斯还沾沾自喜，笨蛋才买这个不毛之地。事实上，阿拉斯加除了拥有丰厚的海产资源以外，美国接手之后还发掘出金矿、煤矿跟石油。如今，阿拉斯加人均所得 GDP 高达73616美元，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。所以，到底是谁笨啊？看看这夏天争相停靠的观光邮轮，还有我咬紧牙根买的岸上观光行程，以及影片里所吃的这桶阿拉斯加帝王蟹，来一趟你会发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遍地是黄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本集的主题 Juneau。 上网比价后发现与当地的票价相同，所以我事先透过船公司购买89元一个人的2项陆地自费行程，也就是巴士接送往返冰川与空中缆车。来说说这个城市命名的趣闻。那因为 Harris 跟 Juneau 都是阿拉斯加淘金的先驱，当大家用投票来决定以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市时， Juneau 在投票的前一天邀请大家去喝酒，结果想当然尔，不用多说了。刚刚从港口前来 Mendenhall 冰川的路上，我们司机老大就恭喜我们将会看到这100年难得一见的冰川融化而引发的创世纪洪水。这个恭喜只能苦笑摸不到冰河，我甚至连瀑布也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蓝白色的冰川从山上蜿蜒而下，那冰川融化的水聚成了碧蓝的 Mendenhall Lake。这7、8月份的高温融化了湖面上漂浮的碎冰，所剩寥寥无几了。就在我造访的这一天，新闻报道2栋地基几乎被冲刷掏空的房屋在滚滚洪水中应声倒下，而附近的一处森林更是全部淹没消失。那专家表示，这是非常罕见、前所未有的现象。事实上 Mendenhall 冰川在过去14年来已经消退了8个足球场大的面积，而随着全球暖化，退行的速度不断的加快。如果以目前后退的速度每年10公里以上，那么不久的将来，这绝世美景冰川将从地球上消失。所以有冰堪赏直须赏，
莫待无兵空赏之。这个巨大岩石上的游客中心就在冰湖旁，几十年前还被冰川所覆盖着。那如今我站在游客中心，眺望远处的 Mendenhall 冰川，殊不知50年前冰川就在我脚下。另外，冰川旁还有一个配角 Nugget 瀑布，在冰川退缩之前呢，它是被覆盖在下面的。而如今冰川退缩，瀑布露脸，那原本可以近距离玩弄瀑布本人的，那如今，太可惜了。既然不能踩冰川摸瀑布，那只好上山赏鲑鱼去。游客中心后面就是 Tongass 全美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。熊的步道。老实说，当下我是又爱又怕受伤害，很迟疑该不该继续往前。这一片原始森林是属于温带雨林区，那因为气候与环境，步道两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与地衣。那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电影《魔戒》里面的森林。走到这里还不见熊熊的身影虽然松了一口气呢，但还是有点失望。难道他们都去抓鲑鱼了吗？阿拉斯加是全球最大的野生鲑鱼产地，每年的6月到9月之间呢，是鲑鱼的繁殖季节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鲑鱼的生命悲歌。从鱼卵到鱼苗的生长阶段呢，鲑鱼是在淡水里长大的。那1年后，熟悉了故乡的水质，它们就会被释放到河水里，本能的游向大海。而当它们在海洋里生活了4-5年之后，便开始寻找原先那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。那由于突然要适应缺乏海水的环境，因此它们停止进食，仅仅靠着储存在体内的能量，不远千里朝着故乡逆流而上，完成使命产卵。殊不知，吸引他们回来的这股神秘力量，竟然是他们最终的葬身之地。一路上急流险滩逆流而上时，那有些鲑鱼因为撞击河床上的石头而受伤，未达终点就 GG 死在回流的途中。而那些成功跳上瀑布的也没那么幸运。生物界的弱肉强食，溪流鸟类的猎食，人类的捕杀，还有聪明的棕熊，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，它们就会在河岸上等待，随手一抓或是大嘴一张就能饱餐一顿。而那些顺利抵达故乡的鲑鱼们，也因为长途的奔波、产卵生子、体力耗尽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腐烂的身躯沉入了河里，死后也要贡献自己养育后代，成为后代子孙的食物。这就是鲑鱼悲壮勇敢的一生。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。这样文绉绉的一句话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鲑鱼繁衍后代的含义。因为生的要死，死了要生。故事说完了，我突然悲从中来，很想大声跟鲑鱼说：不要傻了，游泳回家产卵后就是准备等死。Have fun, enjoy your life.
不用怀疑，船公司卖这个价，当地现场卖也是这个价，那当然跟船公司买比较有保障。对观光客而言，这是 Juneau 的 must do 必走行程。只需要5分钟，缆车就把我们从平地拉上海拔550公尺高的雨林里，港口城市景色尽收在眼底。所有的大型邮轮都是顺着这条内湾航行进来到 Juneau。那由于城市周围的地形崎岖，没有任何对外的道路可以直接抵达，只有搭船或搭飞机2种方式。这航道曾经是绵延的冰川，夏天来只剩下远方山脉上的残雪，这和我想象中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有很大的落差。缆车附近的图腾柱随处可见，那据说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在图腾的下面，而不是高高在上。冰川看完之后呢，就没什么时间可以好好的在山上探险。那很多个步道都很费时，所以我只有在缆车站后面走走逛逛。一张票一个人成人美金45元，虽然不便宜，但这张票是可以当日多次来回乘坐。我强烈建议参考邮轮靠岸跟离港的时间来决定值不值得花这45元搭乘缆车。例如我的邮轮是下午1点钟靠岸，晚上10点离开。那虽然有9个小时的靠岸时间呢，但这必须扣除上下船的手续，还有等待巴士以及巴士往返目的地所需要的时间，否则在山上意犹未尽，就要赶着下山。这一区块的树根都是弯弯曲曲的，难怪这边的告示牌叫人家说不要坐在树上。你看他们已经很老了，450岁，坐在树上都会断掉了。感觉这里仙气好重，不过很漂亮。差钱！你食唔食啥真正？呀，gosh！佢叫佢食。不是。我照顾真正啦。你是给我增加特效。哦。爸爸卖过去啊！不要过去啊，爸爸。我只在山上待1个小时不到就离开，因为不想错过 Juneau 的 Must Eat 阿拉斯加帝王蟹脚。一下缆车呢，远远就看到这家网红餐厅，竟然没排队，我立刻加快脚步赶过去。They are frozen because our crabbing season for this kind of crab is in the winter. Yeah. Oh, no problem. 他们做法超简单，就一把抓起蟹脚放进大蒸锅里，正所谓的新鲜就是任性，不需要繁琐的料理。人家说玉石海上鲜，不惜腰头钱。这个 bucket 多少？210呀，这样这种210自加税自加小费，3磅。吃到这么贵的阿拉斯加帝王蟹，就深深觉得俄罗斯真的亏很大。这么丰富的海产资源呢，白白的送给美国。Aaron from Mexico. 心算一下，夏天至少每天有4艘邮轮停靠 Juneau， 那每艘船的承载人数呢，从1000到4000人不等。如果平均一艘船里有800个人来消费，那一个人只要消费100元，这家餐厅每天就有美金3万以上的收入，这简直是印钞行业跟淘金没有两样，是不是？
关于岸上的这2个行程，看冰川搭缆车值不值得买？该跟船公司买吗？我来做个总结。首先，先确认邮轮靠岸跟离港的时间。那太早靠岸呢，很多店家都还没开。第二点，要注意当地的时间，因为这条邮轮航线是位在于2个不同时差的区域，而在船上的时间也不一样。第3点，出发前预先订好岸上的行程，那时间比较好控制，避免排队购票浪费时间买不到。来到 Juneau 看冰川搭缆车是观光客的必玩，那即使可能当地现场买或是在其他网站找到更便宜的，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向船公司购买行程，因为比较有保障。例如在今年2023年3月份，我在墨西哥 Cabo 邮轮行程里参加了滑钢索跟攀岩的岸上活动。那幸好我是跟船公司购买行程，因为那一次的回程登船里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，而船公司也等了我们1个小时。在 Juneau 靠岸的这一天，那即使云层比较多，却都没有下雨。但不得不承认，艳阳高照的8月份和我想象中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有很大的落差。而我用邮轮的方式来拜访阿拉斯加呢，就像是微微的掀开面纱，只看到了新娘的嘴角。但每次旅行不都是这样吗？总会有1、2样该做却没做的事。下次我会选择5月初的阿拉斯加破冰邮轮，或是秋冬的极光，那应该会是最美的。